最近，美国海軍航空兵圈子收到了一條好消息。多家防務媒體報道，美國海軍正加速推進一項換血計劃，用 FA-18EF 超級大黃蜂戰鬥機徹底替換掉剩餘2個假想敵中隊裡老掉牙的 F-5虎2戰鬥機。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在2027財年國防授權法案草案中下達了死命令，海軍必須在2027年3月前提交用超級大黄蜂替換 F-5的詳細時間表和後勤方案。這意味着最後2支還在飛 F-5的隊伍 VFC-111 日落者中隊和 VFC-204 核響尾蛇中隊終於要告別這個比很多飛行員父親還要老的古董了。F-5這款誕生於上世紀60年代的輕型戰鬥機，在假想敵部隊居然硬生生服役到了2026年，這本身就是個奇蹟。為什麼海軍飛行員對 F-5 忍無可忍？超級大黃蜂接班對訓練效果有什麼提升？當第6代艦載機 F/A-XX 即將在2026年下半年揭曉競標結果，為什麼超級大黃蜂不僅沒被淘汰，反而越活越滋潤？今天讓我們大家一起把這架服役30多年被戏稱為塑料蟲的超級大黄蜂請上台，看看 FA-18憑什麼成為美軍航母的貼身護衛。要理解海軍為什麼急着換掉 F-5，得先看看這架老飛機面對的是怎樣的高科技戰場。F-5E 最大起飞重量近 11.2 噸，有效載彈量約 3.3 噸，作戰半徑如果不帶副油箱只有可憐的300公里。但最致命的不是腿短，而是他的眼睛和大腦。F-5裝備的依然是老舊的機械掃描雷達，這種雷達探測距離極短，抗干擾能力差，多目標跟蹤能力幾乎為0，它甚至無法發射 AIM-120 中距空對空飛彈，只能在翼間掛2枚響尾蛇近距格鬥彈。今天的美國海軍假想敵是裝備大功率有源相控制雷達 AESA， 能在100公里外超视距锁定的第5代逆踪戰機，比如蘇57或其他先进逆踪戰機。你讓駕駛着造價上億美元、擁有頂級傳感器融合能力的 F-35C 飛行員去對抗一架50年前的 F-5，就好比讓拿着加特林机槍的特種兵去和拿碎发槍的火槍手打模擬戰。在雷達上 F-5模擬不出逆踪戰機的信號特徵，在電子對抗中 F-5一開機就會瞬間被壓制成瞎子。假想敵本該在100公里外發射中距彈，但 F-5根本做不到，飛行員只能靠無線電口頭通報發射了虛擬飛彈。這不僅浪費了昂貴的航空燃油，還無法真正訓練飛行員的戰鬥素養，零件斷供，維護成本飆升，出勤率暴跌。國會下達2027年換裝的死命令，實際上是在給美國海軍的訓練體系升級。既然要淘汰 F-5，超級大黃蜂比它強了多少？這裡我們要弄清楚一件事，在美軍內部，經典大黃蜂和超級大黄蜂被視為2架完全不同的飛機。早期的 FA-18被稱為經典大黄蜂，他們脫胎於當年在空軍競標中輸給 F-16的 YF-17方案。雖然上了航母，但因早期大量使用复合材料且航程太短，被老飛行員戏稱为短腿塑料蟲。上世紀90年代初，美軍原本用於隱身突防的 A-12攻擊機，因預算超支下馬，航母王者 F-14熊貓飛1小時就需要40小時地勤維護，這種維護成本高得驚人。海軍眼看就要面臨沒飛機可用的裸奔局面，這時波音玩了一手極漂亮的瞞天過海，他們向國會提交了一份看似省錢的改型升級預算。結果波音打着改型的幌子，硬生生造出了一架比原來大一圈的全新重型艦載機，這就是 FA-18EF 超級大黄蜂。在航母甲板上，它甚至有個專屬的霸氣呼號犀牛。跟老前輩相比，犀牛完成了脫胎換骨的進化。第一，機身放大了約 25%， 最大起飞重量從經典大黃蜂的約23噸飆升到近30噸，外掛點增加到11個，最大載彈量達到8噸。第二，為了滿足作戰半徑和時長，內部載油量增加了1/3，作戰半徑超過1000公里，徹底摘掉了短腿的帽子。第三，換裝了2台通用電氣 F414 GE400 涡扇發動機，單台加力推力超過98千牛，動力澎湃。但問題來了，經典大黃蜂機身比它小一圈，雷達反射截面積卻反而更大。超級大黃蜂明明把自己吃成了犀牛，為什麼能在雷達上隱藏得更好？答案藏在2個地方，首先是进氣道。超級大黃蜂徹底拋棄了經典大黃蜂的半圓形进氣道，換成了碩大的矩形加萊特雙斜面进氣道。进氣道前方還設計成鋸齒狀，邊緣經過平行修行，能讓照射進來的雷達波按照特定方向彈開，而不是原路反射回敵機雷達。更重要的是，這個新進氣道的形狀形成了一個彎曲的屏蔽結構，配合內部希波雷達屏蔽塗層，使高速旋轉的發動機葉片在正面完全不可見。而發動機葉片本身就是最強的雷達反射源，直接遮住它，正面雷達反射面積就能下降一大截。第二個關鍵點是機身的隱形化處理。超級大黃蜂在關鍵區域塗敷稀薄材料，
機身各處艙蓋和起落架艙門邊緣採用鋸齒化修型，最大限度減少角反射效應。所以結論很簡單，隱形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黑白二元論。經典大黄蜂的正面 RCS 大約在3到5平方米，而經過這套組合拳改造的超級大黃蜂，正面 RCS 已經降到了1到1.5平方米，整體縮小了約3/4。雖然跟 F-35C 那顆高爾夫球沒法比，但在非隱身戰機的世界裡，這已經是登峰造極的水平了。用這種裝備 AN/APG-79 有源相控陣雷達，擁有近30噸重型機體的4代半戰機，去給 F-35當陪練，不僅航程夠，能帶足模擬吊艙，還能真實模擬出先進戰機的雷達特徵，這對模擬戰的真實度是極大的提升。F-A-18的編號中 ，F 代表戰鬥 ，A 代表攻擊，它是世上第一架在設計之初就把空戰和轟炸完美融合的戰機。證明這點最著名的戰例發生在1991年海灣戰爭第一天，美國海軍4架 F-A-18C 正各自掛載着4枚近1噸重的重型炸彈去轟炸伊拉克機場。突然遇緊急通報，2架伊拉克空軍的米格21正高速逼近攔截。以往攻擊機遇到敵機，第一反應是拋棄炸彈保命，但美軍飛行員沒有這麼做，他們只需要點幾下操作面板，火控計算機就能瞬間將雷達從空對地切到空對空模式。2名飛行員各發射1枚麻雀中距彈和响尾蛇近距彈，乾淨利落地將2架米格21凌空打成火球。在擊落敵機後，飛行員還能再次按下按鈕切回对地模式，帶着沉重的炸彈繼續飛向目標，精準投在陣地上。正是1秒切換空地模式這一戰，讓大黃蜂一戰封神。進入21世紀，超級大黃蜂的傳奇還沒有結束。自從1999年科索沃戰爭後，美軍近20年沒有過空戰擊落有人戰機的記錄，打破記錄的正是超級大黃蜂。2017年6月，敘利亞上空，一架续空軍蘇22正在轟炸，美海軍飛行員特雷梅爾駕駛超級大黃蜂前往攔截。在蘇22用诱饵彈躲過第1枚紅外飛彈後，特雷梅爾毫不猶豫補射了1枚 ARM-120 主動雷達中距彈，飛彈精準命中，蘇22當場爆炸。這是美軍21世紀唯一一次實戰擊落有人戰機。大黃蜂家族還有一個讓防空部隊膽寒的電子戰升級版 EA-18G 咆哮者電子戰機。在2009年一場軍演中，咆哮者利用強大的電磁定向壓制，成功致盲了一架 F-22 猛禽逆蹤戰機的雷達，並在近距離將其擊落。事後，這架飛機機身上畫了個 F-22 的擊殺標誌，證明了電子戰顛覆代差的可怕威力。不過紙面數據再好看，我們也得算算經濟賬。按照原計劃，超級大黃蜂生產線本該在2025年關閉，但現實狠狠打了美國海軍的臉。F-35C 太貴，逆蹤圖層太嬌貴，且年產量根本填不滿10多艘核動力航母的甲板。無奈之下，美國國會在2024年初緊急撥款約13億美元，要求波音再生產17架最新的 Block 3型超級大黃蜂，把生產線續命到了2027年。不僅造新機，還要對老飛機進行全面升級。2026年4月，美國在聖迭戈完成了首次軍方自主的 Block 3改裝。這一改讓大黄蜂具備了準5代機實力，機體壽命從6000小時硬生生拉長到10000小時。加裝紅外搜索追蹤系統 IRST， 能在雷達靜默下靠感知敵方尾氣進行安靜獵殺。座艙換裝大型觸摸屏，並加裝分布式目標處理網絡，這相當於給飛機塞進了一台服務器，能與 F-35C 實施數據共享。前方逆蹤機發現目標，後方大黃蜂直接發射飛彈，實現 A 倒 B 射。但真正體現大黃蜂價值的是它的廉價持久力。在近年應對胡塞武装的紅海行動中，大黄蜂成了絕对主力。2026年5月，在阿曼灣的一次攔截任務中，面對海面上的武装快艇，飛行員沒有發射幾十萬美元的飛彈，而是壓下機頭，用 M61 火神20毫米加特林機炮打出短點射，瞬間貫穿快艇舵機。這是一筆精算師級別的賬。1枚標準2艦空飛彈200萬美元，1枚地獄火對地飛彈10幾萬美元，1枚 ARM-9X 響尾蛇40萬美元，而20毫米机炮炮彈一發只要約30美元，一個3秒短點射打出100發炮彈，總成本才3000美元。对付沒有裝甲的快艇或無人機，一發穿甲彈就足以將其撕碎。它不是 F-35那種躲在暗處踹門的昂貴刺客，它是每天風吹日曬，隨時掛滿炸彈起飛的一線主力。在消耗戰中，這種性價比比花哨的逆蹤指標更管用。看到美軍對大黄蜂的瘋狂延壽，再看老對手俄羅斯海軍航空兵，用淒慘形容都算客氣。蘇聯時代研制的20噸重型艦載機蘇33，
因為俄羅斯養不起，缺乏備件，早已名存實亡。輕型米格 29K 更是災難。印度買回去後，发現結構強度根本承受不住航母降落衝擊，發動機故障頻發，俄羅斯空軍自己也沒看好它，只敢訂購24架充數。在北約和美國的制裁下，關鍵電子零件的生產線幾乎停擺。2025年底，烏克蘭無人機突襲克里米亞薩基基地，衛星照片顯示，至少一架珍貴的米格 29K 被炸成廢鐵。飛機沒了，航母呢？俄羅斯唯一的庫茲涅佐夫號航母自2017年大修後，仿佛被詛咒。2018年，承載航母的 PD-50 浮船物突然沉沒，一台70噸重的起重機砸穿了甲板。2019年，航母艙內起火，2名工人喪生，隨後修船廠高管因貪腐被捕。2022年，焊接火花再次點燃艙內油污。9年過去了，這艘6萬噸巨艦依然癱在冰冷的海水中，大概率再也開不出來了。2026年4月，俄羅斯被迫做出無奈決定，將殘存的米格 29K 和蘇33發配到北極陸地機場，充當岸基防空部隊。俄軍飛行員已經數年無法進行航母着艦訓練，因為根本沒有甲板可用。當超級大黃蜂在本土升級相控陣雷達，作為最高級陪練的時候，俄羅斯的同代艦載機卻在陸地機庫裡生鏽。這早已不是未來飛行員可預見的訓練成果差距，而是大國工業體系崩潰的真實寫照。那麼，超級大黃蜂在一線這麼久，它的下一代接班人，美國第6代艦載機 F/A-XX 何時到來？據多家防務媒體報道， F/A-XX 的絕密競標將於2026年8月揭曉，在諾斯羅普·格魯曼與波音之間進行最終角逐。但這絕不意味着大黃蜂馬上失業。從選定中標方到原型機首飛、調試、小批量生產，再到航母上完成着艦測試，最終形成戰鬥力，最快也需要10年。這10年空窗期，只有大黃蜂能頂上。更現實的是，未來戰爭太燒錢 ，F-35C 單機飛力成本約8000萬美元，而搭載了自適應變循環發動機和第6代航電的 F/A-XX 造價極有可能突破2.5億美元。美國海軍就算砸鍋賣鐵，也買不起足夠數量的6代機去填滿11艘航母。未來美軍航母的出擊畫面很可能是這樣：隱身的 F-35C 和6代機深入敵方防空網，充當大腦和眼睛；跟在後方的是掛載多達11枚中遠程飛彈，完成 Block 3網絡化升級的超級大黃蜂。前方逆蹤機傳回坐標，後方的超級大黃蜂作為武庫艦和飛彈卡車直接傾瀉火力。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海軍拼了命給它延壽。按照每年飛行200小時計算，1萬小時壽命的 Block 3超級大黃蜂輕鬆能服役到2050年以後。當着艦鈎死死掛住攔阻索，雙發引擎的尾焰在黑夜中爆發出轟鳴，這架可靠耐用的鋼鐵戰機依然在危險的海洋上書寫着傳奇。它熬死了 F-14熊貓，終結了伊拉克的米格機群，打落了敘利亞的蘇22，如今將送走 F-5的假想敵。未來它還將和最先進的6代機並肩作戰，這才是真正的航母中堅。本期關於 F/A-18超級大黃蜂的分析就到這裡。最後有2個問題想和各位探討：當逆蹤戰機成為空戰主流，用3代半的超級大黃蜂扮演假想敵，真的能讓美軍飛行員練出對抗先進逆蹤戰機的戰術嗎？失去航母的俄羅斯艦載機部隊未來會徹底消亡，還是會轉型為岸基海防力量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，別忘了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。我們下期再見。